中國能否在下一個週期當中成功突圍？2026年將是歷史性、標誌性的一年。我認為呢，2026年確有可能成為我們中美之間在過去10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符號的轉化點。2028年開始，中美之間反向的會轉入到一個外部合作的這麼一個階段。那麼這兩個國家呢，在某一個歷史時刻，它總是要合在一起的。而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即將到來。大家好，我是太一研究院的吳昌業。本期视頻呢，将給大家带来的是中國能否在下一個週期當中成功突圍。這個視頻呢，是繼上一個美國如何鞏固自己的金融霸權而延伸出來的一個新系列。那麼呢，我們在這個視頻當中呢，我們想要跟大家呢詳細的論述中美之間的一個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麼一個簡單的一個概念上的一個區分。那麼我们從這一期視頻開始呢，就跟大家逐漸講到了這一個分析的一個要點。首先呢，大家看到左邊的這一個奇門遁甲呢，是今天早上我們人民日報發布了一篇文章，說的是中美之間的這一個關係，2026年將是歷史性、標誌性的一年。那麼這樣的一個話有沒有可能呢？那麼同樣的，我們接下來能夠看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到底如何走向呢？我們首先看到中國的這一個八字，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辛未時，這是建國時間的那個時刻，目前正在行丙寅大運，在明年就即將換運，變成了一個乙丑大運。而美國呢，在過去它走的是一個己未大運，在明年呢會換成一個庚申大運。這兩個國家呢，在明後年不同程度的會進入到一次全新的大運當中，而這個全新的大運呢，跟過去的大運的氣質截然不同。我們首先看到美國的這一個八字，丙申年甲午月己丑時，他在行這一步己未大運的時候，在當時呢，在18年以前，全世界呢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呢，叫 G2。也就是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國家。那麼呢，這樣的一個 G2 呢，明顯呢是帶有一定的己丑的一個運位的。也就是說，己土是視為美國，而丑土呢是支撐美國的中國。我們從18年開始行這一步大運的時候呢，就來了一個明顯的丑未衝。所以說，換句話說，你看我們的貿易戰，也就是從17年年底、18年開始打的，有了一個明確的丑未衝。而中國呢，在這一步大運的時候呢，它的這個甲木和這個寅木之間的這一個關係呢，它的金和這一個木之間呢，也有一個強硬的一個衝擊。所以說，在過去的10年當中，當他們在各自行到自己的己未運的時候，丙寅運的時候呢，都面臨了鸡兔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類似於夫妻離婚的這麼一個狀態。但是呢，接下來呢，乙丑運的這一個乙和這一個庚申運的這個庚，它有了一個雙合。然後呢，我們的這個丑運和申金也有類似的半合的一個功效。同時呢，這一個申金運呢，它會入到這個丑土當中，不再有明確的衝擊丑土的這一個態勢。也就是說，我在18年的時候呢，當年我做過一個預測，我認為就是中美之間的這一次的鬥爭呢，會持續10年。但是在10年以後，也就是在我們今天來看，2028年開始，中美之間反向的會轉入到一個外部合作的這麼一個階段，因為他們的大運是雙合的，而他們的這個夫妻宮並不直接起到了衝突。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視角來看，我認為呢，2026年確有可能成為我們中美之間在過去10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符號的轉化點。但是這樣的符號呢，
在今年的丙午，午火冲擊了子水，午火害了這一個丑土。換句話說，今年它不太可能就是馬上就變好了。同樣的，明年它会馬上變好呢？也不会，因為明年的丁未的未土和這個丑土還有再一次的衝擊。換句話說，我們的2026的下半年和2027仍然能夠見到中美之間的衝突，但是呢，在2028，他們兩個都各自的轉化運勢了以後，不以人為意志的，他們會在雙方的外部領域進行一些合作，因為他們又再一次的雙合了，而他們明顯的這些冲突相的這一些八字已經消失了。在這一個的一個基礎上，我們來看今年這個中國在下一輪的周期當中如何去突圍。在整個全球的金融產品周期性復甦當中呢，它有一個能量的傳導。我們從貴金屬，再到有色金屬，再到我們的能源，再到我們的化工、工業，以及最後呢到我們的科技，最後傳達到我們的消費。它是有一個明顯的產業鏈條的，而在這一個產業鏈條的這個金融的復甦當中呢，我們的這一個美國呢佔據了全球的金融市場，佔據了全球的目前的石油市場，佔據了全球的工業的一些高精尖科技的市場。如果把它比作一個人的話，金融是血液，高精尖的科技可以把它比作是大腦的革新，其他領域的一些科技可以把它比作是它的心臟啊。但是呢，它唯獨缺少一個環節，就是工業。而工業呢，實際上呢是把所有的能量能夠轉化成它的行動的一個核心的唯一的樞紐。那麼這個工業的整全性，我在上一個視頻當中談到過，中國呢佔據的是一定的新興能源和它的工業的完整性，它是骨骼。好，那麼在這個裡面呢，我們的美國呢非常的擅長去做0到1的工作。而我們的中國呢，非常的擅長去做1到100的工作。我腦子裡面能夠產生一個新的 idea， 我的心臟的供血也足夠，我要通過神經發號指令給骨骼，它要去做1到100的這個轉化的事情。所以整個世界過去的分配，在10年以前的那個分配就是這樣的。但是呢，在目前呢，這一個美國呢，現在呢正在進行到了它的0到1的一個改革，也就是說，它的 AI 的時代的到來，讓全球所有的人都相信，接下來的世界會不一樣，美國會繼續的強盛。那麼，他把這個0到1做好了。但是呢，1到100，美國能夠在 AI 這個時代能夠完整的替代中國嗎？目前看起來呢，還是不太可能的。那麼呢，中國能夠去做0到1的這一個研究嗎？中國無論是在光刻機，還是在它的芯片技術0到1的這個研究上，中國呢也是至少落後美國1到3年的。中國目前想要去做的是一個什麼工作呢？就是如果美國在能源上佔據了，在工業上它也能夠佔據，有色金屬上也能夠佔據，科技上也能佔據，消費上它也能佔據，相當於它自己呢具備了整個產業鏈。但是呢，它目前呢唯獨缺少的是這一個力量的槓桿和樞紐，而中國呢恰好呢就是這樣的一個力量的槓桿和樞紐。它在過去的20年，無論是丁卯運還是它的丙寅運，都對於甲木來說是一個槓桿和樞紐的這麼一個東西。而在接下來的乙丑運和甲子運，未來的20年也仍然是在這一個槓桿和工業的這個樞紐上來。未來20年，中國不太可能會放棄自己要走工業整全性的這麼一個特殊的一個飛黃騰達的這麼一個道路，美國也仍然不能夠替代。那麼呢，美國接下來呢，它走的這個庚申運呢，對於它來說呢，也依然不是一個槓桿運，反而對它來說是一個科技的新興的再次探索。
也就是說，它依然會沉浸在0到1的這一個層面去做它的基礎研究，1到100的應用層面依然有一部分是會放出來，然後給全世界的国家，而這一部分呢，就会有中國來做到。我們要清晰的意識到，我们之前講的美元的霸權中間呢，最大的一個支撐，在過去的10年以前。也就是10年到20年的這一個區間呢，中國本身就是美元霸權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只是說呢，因為它的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哪怕今年的越南發展的如此之好，它也仍然只是在輕工業上超過了中國，並沒有在重工業上超過中國，而且遠遠的落後於中國。所以說呢，接下來的這個20年呢，中國呢也依然會在工業上繼續發力，製造業上繼續發力，而美國呢也依然會在這一個0到1的這個研究上繼續發力，而這兩個國家呢，緊接着呢就會進行到一度合作。我已經把你的份額給降低了，在這個世界上的份額給降低了，那麼呢，我就需要跟你在這一個有限的份額下深度合作。接下來的中國的這個乙丑是有經進到了這個丑庫，而這個丑庫呢，剛好是美國的這個己丑的這個丑，依然會跟美國有一個體系內的合作。但是呢，同時呢，它透出天干的呢是一個乙木，也就是說，中國會去做自己的圈子化。它可以在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就是它自在美國的體系以外，它需要去新的造就一個新的體系。比如說，它需要一定的能源，它通過新興能源來造就它的能源態勢，來撇開石油對它的束縛。在接下來的20年，中國依然會走一個獨立於美國體系以外的自己去驕縱連橫的一個體系，但同時呢，它也會與美國呢有一部分的合作。接下來對於中國來說，丑運是一個典型的合運；對於美國來說，明顯呢，它也進入到了一個即將的一個變革期，就進入到了一個多極化的社會。也就是說，中國它作為新興國家而言，它依然會在這個世界當中呢佔據了一頭，但是這個一頭呢明顯沒有美國大，而它本身呢，中國呢也會依然去參與到美國本身的這一個體系當中的建設，成為它不可或缺的一環。這是接下來中國和美國有可能共同他們會不自主地走出來的一條路。人民日報當中發表出來的這篇文章將有可能是一個非常具有稱堯氣質的一篇文章。它預言了在2年以後，在有可能中美關係還是有折騰的這1-2年以後，那麼他們兩個即將會迎來合作。在這一個盤面當中呢，你看我們出現了烏癸合，出現了丁壬合，同時呢，也有了一個直符，出現了一個癸加丁。癸加丁什麼意思呢？就是典型的，它還是會繼續扯皮，但是這個扯皮呢，將會為他們接下來的這一個命運呢，又會去做一些比較大的一些輸出。為什麼呢？因為這兩個合相剛好指向的是辛加庚的這個正宮，它與目前的這個扯皮的狀態是對沖的。而這一個呢，它上臨白虎，下臨辛加庚。然後呢，又面臨一個天府。換句話說，接下來2027年以後，他們明顯呢會有一個政策的轉向。好，那麼在整個的這一個盤面當中，中國的突圍是自在於美國之外去建立一個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突圍形式，也會去深度的綁定自己的新能源以及石油相應的一些東西它能夠去在這個裡面佔據一席之地，而同時呢，它又去服務於美國自身本身的那個體系的這一個建設。所以我們分析完美國的霸權如何進一步的鞏固和接下來的中國它如何去突圍了以後，不難夠想見，第一呢，我們可以把黃金視為10倍做空美元的期權。那麼接下來的美元呢，它美國本土也依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讓美元指數下降。那麼中國會持續的構建相當體量的一個黃金儲備。那麼呢，黃金的這一個體量呢，依然有可能會繼續的攀高。
好，同樣呢，中國和美国的這2次的變革，在今明2年依然會有爭鬥的這一個前提下，美股呢需要，尤其它的科技股，尤其是在 AI 這個模型裡面，它需要中國的電力，需要中國的一些平替品，需要去做性價比，同時呢，它也需要中國的一些工業上的一些轉換，才對於它來說呢，有可能它在集群效应上呢，能夠得到一個巨大的放大和提升。那麼呢，在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放大和提升當中呢，接下来的美股的支撐性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中国的參與，而中国它的市值能否被拉高，也依賴於美國。所以說，他們2個之間呢，最近呢又有可能會進入到一個共振的一个运势当中来。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几年，我依然看好。科技股的蓄勢，哪怕我認為中間它可能有某一個年份科技股的蓄勢的泡沫會破滅，但是我依然看好中國呢，因為跟美國之間的這一個合作的這一個態勢關係了以後，它會被美國的這個美股呢給帶高，也就是說4250點不是中國的終點，而是它的某種程度上的前期的一個起點。全世界目前還很難有其他國家能夠替代中國的這個工業產業鏈。如果我們把 AI 理解叫做一個提高生產效率的一個東西，優化人類所有生產效率的東西，那麼它放在中國是最合適的一個地方。為什麼呢？因為在全世界的產業範圍內，美國更像是一個以商人為核心主導、超級大公司參與全球競爭的國家，而他的美國總統更像是把這些公司做了一次組織者和維護他們利益的這麼一個選出來的一個總統。而我們的中國呢，它往往強調的是集體意志，強調的是產業意志，強調的是集群規劃。那麼呢，這樣的一個思維呢，天然適合做工業，因為工業需要集群，工業需要產業鏈的上下游，工業需要不停的生根。而美國呢，它的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呢，是一種天然的個人主義，它需要有一些創新。那麼這2個國家呢，在某一個歷史時刻，它總是要合在一起的。而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即將到來，說中國是離不開美國的，美國也是離不開中國的。在新一輪的這一個超級週期到來的時候， AI 的這個蓄勢，它這個泡沫是不好的嗎？我們能夠看到，美國去做了這個0到1的突破，極端的效率化的 AI 放置在中國的這個1到100的時候，明顯它也是能夠有益於全人類的。所以說，當全人類都在篤信一個數據事實的時候，也就是 AI 真的可以帶來全人類的一個大改變、大提升的時候，那麼 AI 蓄勢的到來，它的這些泡沫並不見得就是不好的，這些泡沫它有可能是非常的偉大。但是呢，這裡的偉大我們也必須看到黑天鵝的到來、流動性危機的到來、泡沫的刺破，它有可能帶給 AI 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壓力的釋放、內部的調整，想要找到利潤空間的這麼一個確定性和確權性，而不只是來相信一個故事。所以說，每一次的泡沫的破滅，都是在讓公司更加關注自身的利潤，公司裡面的發展能否可持續，而不是靠夢想敘事。AI 即將改變人類，我們把自己的身家押注在 AI 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同時呢，我們也需要讓一個健康的體魄長遠的走下去，它需要有一些利潤來維持它長遠走下去的這一個動力。那麼呢，這個裡面呢，它就一定需要有一些通過刺破它泡沫的機會，讓它能夠餵飽飯，這樣呢才能夠帶給整個全世界以良性的發展。所以說，中美的這一次蓄勢的爭奪，我們寧願說是意識形態的爭奪，這個意識形態並沒有那麼的準確，甚至我覺得它還有一點淺。還有點淺薄，0到1和1到100，它如何更能夠有效的結合？
在這個裡面，它需要有巨大的政治考量、經濟考量、利潤考量。那麼在這個裡面呢，讓整個人類呢得到一次提升。所以說，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互相之間的看起來短線上的摩擦，看起来短線上的這種衝突，它有可能是讓全人类能夠共同競爭當中達到一條合作的可能性，讓這個可能性呢普實在整個人類的生活當中，有一个 AI 能夠替代我們去思考，替代我們去做事，而人類可以做一些非效率化的一些理解世界的一些動作。人類的目光自人類產生意識以來，不應該只放在我們今天的一日三餐，還有我們接下來的星辰大海。AI 的到來只是輔助我們人類能夠進步得更好，而中美之間的這一個衝突，它影響了無數多人、無數多普通人的命運。但是呢，在他們的這種衝突當中，通過競爭來修正出來合作的那條路，會是人類最終的福祉。而這條路到底會如何呢？接下來的10年是多極化的抬頭。但是呢，美國的霸權呢，也仍然是很穩固的10年。那麼這個裡面呢，就是中國的這一個突圍的一個態勢，並不是說雙方要把對方都掐死，乃至於到不可磨滅的一步。這個無論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對於美國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說，接下來的合運會帶給大家更有意思的一些未來的展望。但是未來世界會好嗎？在這一個系列視頻的第3個視頻當中，我們來展望一下未來10年的社會。它是真的如馬斯克那樣所言，說我們的未來5年一定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全人類因為這個 AI 的變革到來，經濟上一潭死水，只有科技股好。那它會呈現是這樣的嗎？還是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這一次握手言和、共同對抗，導致了整個中美之間這2個國家非常明確的合作了以後，帶給整個世界的一個美好推動，讓世界變好起來呢？我們在第3個視頻當中給大家呢做一次詳細的闡述。謝謝大家。